算关键时刻，这一次香港的大火不仅烧出了民怨，更烧出了习近平的政治危机。习近平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当然知道。所以你看到了，在昨天半夜的时候，他竟然打电话，半夜打电话，赶快指示说这件事情应该是要怎么样去做，你要怎么样去救灾。而且更明显是什么？你看到这一张图片，这是这一次香港大火的承包商，现在都被逮了，但是这个逮的规格完全不一样。这次由香港的重案组把这个承包商给逮住，而且你看到他是戴上了黑色的头套，他就是一个重大嫌犯的规格在处理这件事情，甚至包括他的文件全部都扣了。这些照片就是希望能够给香港人一个交代，希望民怨不要再继续烧下去。因为现在习近平的政治危机不单单只在香港，而是连中国通通都是。你很难想象到一件事情，除了香港大火之外，最近中国陆续发生一些离奇的爆炸案件，甚至失火的案件，这些画面让人看得触目惊心，就在1秒钟、2秒钟的时间，整个都爆了起来，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最离奇的是什么？是在今天，昆明竟然发生了一起火车撞人的案件，而且是一天之内发生了2起他撞了10几个人，通通都死亡了。所以世忠，现在一路看起来，香港这一把火，或许真的会变成压倒它的最后一把火了。对，没错，发生在鸿福苑的这个大火来说的话，当然第一个时间，因为伤亡人数太多，很多港民呢开始这个追究说到底是为什么？对，但很多人就说啊，那可能是棚架的问题啦，然后后来就说，可能是有制度的问题，那可能是有港府处置不力的问题。这个问题来说，目前为止慢慢的延烧到可能有一个政治的这个效应。对，所以第一个时间，你看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要求全力救灾，然后这个赶快就是包括说中联办啊、中港澳办啊，赶快去办这件事情，然后也打电话给李家超，李家超也说他有接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来电的一个状况。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说真的，紧接下来的没几天之后呢，香港要举行立法会的选举。那立法会选举来说因为这是什么？他们这是所谓爱国者，他允许爱国者参选以来的第2次投票。那这一次来说，万一投票投得不好，因为目前为止还不知道要不要继续选。如果停办，或者说选下去的时候，如果假设选了，如果港府的这次这些所谓的这个支持港府的这个得票率不佳，那这个可能会对香港政府的威信，还有对习近平的威信都会造成影响。就翻了所以我才说这次他要赶快，因为距离选举的时间很近，所以习近平一定要要把说，你这件事情要好好处理万一开票开得不好的时候，或是怎样的状况，搞不好对你我都会有影响。而且他这一次砸了这么多钱下去，对，就因为这一把火，如果真的民怨烧了起来，真的港府翻盘了，对，那这脸都丢光了。你看嘛，这个从头到尾的时候，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对，就可以看到很多海报。我们看香港一般来说他们对这种所谓的这个选举呢是比较冷漠的，完全这么多。对，但这一次来说他们砸了非常多钱的，这个支出是创新高，也在为了这一次的这个立法会的这个选举。好，那除了立法会的选举之外，你看这次港府当然接到这个李家超接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智慧之后，马上就开始重力的这个办下去。我们知道李家超本身也是这个警察出身，然后马上你看这个马上香港就出动重案组就把嫌疑犯带走。那嫌疑犯涉嫌包商，把他带走。然后还拘捕这个建设公司的2名董事，还有1名工程顾问，然后带走大批的这个文件。而且他是什么黑色的套子、黑色的头套，对，他就直接戴着。是，这感觉像什么？一个超级重大的枪击犯。对，没错。他就是这一幕一定要拍给香港人看，我真的是有办，我有抓的。一定是这种杀人犯啊，或是重刑犯才要这样子一个状况嘛。那当然，港府第一个时间就定调说，外墙使用的防护网啊、防火布啊，还有塑胶布，燃烧的强度远远超过正常，蔓延速度不寻常，所以它等于是定调就是都是包商、建商，你们搞了鬼，务必要让这个火不要烧到港府，或者是烧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务单位来。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引起大家的生气呢？因为第一个，这一次承包这个鸿福的叫做鸿业公司来说，之前被处分，然后后来就说，你不能够再恢复牌，甚至不能够营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还是可以做这个所谓施工的这个状况，而且这次被爆料什么？被爆料说这个跟这个鸿运公司，他在另外一家公司做另外一个这个案场做了相关的这个棚架的这个所谓的相关的网子，它的检验报告。你看这个检验报告是用什么 CNAS， 然后是宾州市的这个检查报告，就是用的是中国标准。所以也就是说，你用了中国标准，不是香港的 HOKLAS 的这个认证，就是因为你看，因为现在我跟他讲嘛，现在香港到底是谁的这个香港？
中国的香港啊，那你为什么用香港的标准？很多中国民众不是这样说，你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当然用中国的标准，所以你就用中国的标准啊。所以等于我就说，这样会引爆什么香港人的那种怒火嘛。我们为什么用中国标准？香港跟中国本来就这个生活方式不一样，为什么这样？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必须要用中国标准。那用了中国标准之后，这次就出大事了。好，那除了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用了这个 CNAS 的这个标准的这个所谓膨网造成意外之外，他们又踢爆说，你看很多，包括说像东莞、东山的这个设备来说，用了很多假砖，就过去这些都不会在香港发生嘛。那现在香港人，我们就讲中国把他那种所谓的，我们之前不是讲了“一带一路”很多建设乱七八糟的很烂，他现在把它弄到香港来，然后现在又要说香港人你要用中国的标准，你觉得香港人会觉得怎么样？当然觉得非常生气啊！那尤其是你知道吗？他们这一次来说话，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讲吗？香港保安局的这个局长邓炳强他到现场，因为最近我们就说每一个灾难的时候都是这些所谓官员要作秀的时候，就没想他这次就他穿了这个衣服。穿的这个黄金战衣，我们说不是之前没讲到，你穿黄金战衣干嘛？你要进去救灾吗？对，没错。然后还戴这个消防帽进去里面的状况，然后很多人就说你在作秀啊，你为什么现在才来？那为什么指挥那时候是个火灾的时候你没有来？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怒气发到这个港府的这个身上，所以才说现在这个怒火还在，因为。赵尔，我知道现在目前为止还有非常多人失联，对，这死伤人数可能会破这个死伤的最大的记录。你觉得这么多人死伤不会有很大的怒气吗？当然会有很大的怒气，所以习近平才会要求说，李家超你要好好处理这件事情啊，务必要稳住目前为止香港的局势。对，好，那除了稳住香港的局势之外，我觉得最近中国也发生了非常多很莫名其妙的一些灾害。为什么发生莫名其妙的灾害？在今天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看，这是在昆明跟成都都发生这样的事情。对，特别是说他们在这个昆明跟洛阳镇的火车站，这火车站要做什么呢？他们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他们要这个检测地震设备的一个第55534次的这个试验列车，就一台列车。他要检测这个地震，然后他要经过这个所谓洛阳镇的这个火车站的时候，就没想到他当时进去这个站里面的时候呢，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居然上面还有他要走的路线上面，居然上面有施工的人员，不是太怪了吧？对。今天你要去做设备的检查，人都在上面，是谁说要发车的？是没错。结果你说人都在上面，是车过去，是跟打保龄球一样，对，全部都撞死。对，就是类似一个打保龄球的这个事件这样子。然后上面你就试想，一台这个火车快速的通过的时候，那上面有施工人员在轨道上面，那你会怎么样？当然，每一个时间就造成你看11个人死亡，然后2个人受伤的一个状况。而且你看到当时这一台火车时速114公里，这个怎么躲？这个怎么闪？这要怎么刹车？对，当然我跟大家讲，那时候你可能这个施工人员可能看到的时候，他可能都来不及闪。好，那就这样撞上去。撞上去的时候，照你看这个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很多这个大陆的这个记者要进去采访都没办法进去采访，他们都说不能够进去。为什么？因为预估里面的死伤真的是相当惨重。对，那你以为只有发生在昆明吗？没有，它紧接下来还发生在成都。成都的这个成都局的这个宝成县的时候，它也是出现类似这样一个状况。他就说呢，他们在这个车子在行进的时候是发生这个擦撞后停车之后造成2个人死亡。志聪，我们现在找到这是什么？是当初他们施工，他们特别是有拍说，是我们这种铁轨或者是这种检测，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做？你看到人就是什么，跟蚂蚁一样，全部都聚在那个上面。是。结果我们刚刚讲光是一个火车112公里来，大家可以想一下，是那个人要怎么闪，人要怎么躲？所以你看两起，今天同时发生了2起这个意外事故，至少已经造成10多个人死亡。所以马上你看，中国就说，我们全国铁路一切停止施工还有维修的这个作业，全力展开安全大调查。真的出大事了。好，那赵尔，这有没有可能是人为故意啊？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不知道为什么你会不通知吗？如果我说今天我要开这个铁路的时候，我会不通知吗？那我们最近不是有很多人故意冲撞，中国是故意冲撞，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所以这个中国当然说，绷紧神经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有非常多车子的，非常多那种撞的，我第一次听到你说有那种火车陷中的这一种都有。我们不排除，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嘛。那中国也三缄其口嘛，所以我们来说，现在这件事情来说，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你看有没有？这就是目前为止大家都要继续调查。你看调查
这个记者来到这个地方，外面就是人在这边守着，你根本进不去啊。然后在记者要进去的时候，外面大部分的人都完全你看层层围住，把你围住，不让你进去啊，就这样啊。哎，我真的第一次看到这种事情，是中国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些照片，对，一些画面直接流出来。是今天这件事情，哎，他真的做到滴水不漏，是外面的人墙这么多，对，记者想要去碰一下，想去拍一下。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形，对你只能用远距离，或者说用比较高的位置对去拍，但是你还没办法拍到当场的画面。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都一定会想办法找出那个现场的画面嘛，想办法去拍嘛。但问题是拍不到，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照理说来说，你可以出动空拍机，你空拍机也拍不到。对，所以它显然它就是完全封锁，完全不让你看到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才说这个事情来说，现在显得相当诡异，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好。那除了这个火车意外之外，我们看现在这个画面，这个画面是在这个昨天下午的时候，他在安徽的这个亳州市的这个地方，他突然之间呢，你看，突然之间就发生大爆炸，砰！爆炸，这个火焰也太对哇！然后这个爆炸之后就马上，你看远远的看的话，你就会看到一个出现一种蕈状云的这个状况。对，那蕈状云的这个情形来说，学校啦，因为他说是发生在一个学校附近，然后学校里面来说，你看学校很多这个操场或者很多设备来说啊，都被炸得断垣残壁。哎，这是很多是钢筋水泥的建筑物，哎。被炸到这样子，钢筋裸露。小学旁边发生这么可怕的还有爆炸案，大面积的碎石啦，还有包括说瓦砾这个状况啦。那甚至来这个外面的，这是约莫距离2公里外的这个村庄。你看村庄外面的监视器都是你看出现这么大玻璃都碎了，对，出现这么大的这个震动的这个状况。你看这是室内，这一个人家里面就被弄成这样，那工厂也都遭受到波及，你看全部很多建筑都受到这么远的地方，对，连家里都被炸烂了。对，你看室内都会这样震动，你就说这个爆炸威力非常强。好，那于是呢，人家就说，那我们可以进去看吧，就没想到一模一样。这个很多人要进去看的时候呢，不好意思，你就围住。但是你可以看到什么？有怪手进去里面。这边铲东西，不知道在铲什么，所以大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最近起来说的话，中国也是发生了一些火灾的意外。这个火灾意外是在温州的这个浙江的温州的大罗山。对，你看突然之间就出现一个大火的这个状况，哇，这烧的也太快了，烧得非常严重。那从白天一开始烧，下午的时间开始烧，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整个还在烧，烧到晚上，你看晚上的时候就变成一条火龙。那除了这个大罗山之外呢，在江苏的这个淮安的这个金河湾这个地方也出现一个大火，这里面是一个公寓哦，它就是个公寓哦，对，公寓就出现一个大火的这个状况哦，然后大火就开始猛烈的烧，那甚至这个明火就烧了大概6、7楼之高，然后很多人就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很多人就说啊，那是一个意外啦，因为他们在施工的时候挖到这个燃气的这个，哪有这么多意外？不知道，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们就讲。中国常常发生那种不明的爆炸、不明的这个火灾的时候，那肯定是有人要搞鬼还是怎样，我们不清楚嘛。好，我们就讲嘛，为什么目前为止来说话，中国的问题好像显现的相当多？因为我们就讲，因为中国经济真的是在走差的一个状况嘛。好，我们也讲，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呢，中国在讨论一件事，原本的中国国头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高善文，对，就没想到他最近呢就不见了，他被这个离职的一个状况。为什么被离职呢？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之前呢讲说，中国的这个经济造假，他说什么？他是少数敢这个公开质疑中国官方经济造假的学者。然后他在去年12月就说，疫情后的中国社会被分为生机勃勃的老人啊，老年人的确有钱嘛哈，对，死气沉沉的年轻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啊，那强调中国经济。这个增速跟消费这个投资核心指标明显脱节。对，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过去3年的实际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只有2%，官方是5%，他觉得不对。他说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话，我觉得未来3到5年的经济成长率在3到4%，但是官方的是在5%，所以他觉得不对。他公开质疑啊。这个人公开质疑的时候，所以他直接讲非常白，我不管你是觉得2%、3%，反正中国都会调到5%。对，没错，他这样讲。中国你是造假。我跟他讲，他事实上是什么？他过去一段时间是他北大毕业，然后是国头的经济学家之外，他是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理事，对，北大金融的校友的理事。然后2022年的时候，他还跟这个很多校友跟北大捐了大概超过3000万人民币的这个奖学金，他真的是一个咖。对，没错。然后尤其是他然后尤其是什么？人民网的评论甚至能够认为是研报能够影响到短期大盘的涨跌，这么厉害。所以就他话剧也跟当啊。那他还说什么？他还说呢，近3年中国经济跟这个经济的成长跟消费投资的关系是偏离的。他说，2021年中国房地产泡沫之后，
经济没有明显的下滑，所以他说认为 GDP 的增速每年被高估3个百分点，累计高估了10个百分点。他说如果去除掉这10个百分点的话，经济数据跟就业数据就可以吻合。所以简单来说，他批评中国政府你作假，而且你就说你作假好多年的数字。那照我问你，这个听在习近平的耳里，他能够接受吗？对，当然不能接受，所以他绝对要让你离职嘛。所以我在想，习近平现在面临到中国的经济不好。中国的经济不好，事实他想跟美国改善关系，问题是他没办法真正跟美国搞好关系，因为他要挑战美国，所以内忧外患，再加上说目前为止来说话，去年也非常多人的挑战他，对不对？那社会上也爆发那么多的事情啊，所以我就讲。目前为止的这个情形里面来说话，他显然是有非常多的内外的压力在考验着他，所以才说他为什么要跟这个李家超说，你要好好处理这一次的这个火灾事件，因为这次火灾事件没有好好处理的话，恐怕会引燃更大的政治危机。文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今天香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烧成习近平的政治危机？除了我们刚刚讲立法会要改选之外，这根本就是一个香港人民的一个挑战。为什么？我们香港过去是多繁华，而到现在不对劲了，一切都不对劲了。你说光是从一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从餐厅看出来。我今天指的餐厅不是小吃店，是过去要排队的，是名店型的。现在呢，这些高级的餐厅真的都没有人去了。香港现在是冰火两重天，传统的香港跟香港人的印象都已经逐渐在消失，变成中国人的香港，这个文化变很大哦。其实我们观光客或者是日本跟台湾的自由行的人去香港，有时候都会去中环，香港中环最热闹的地方去早上吃早茶，对，然后看着推车嘛。那这家餐厅叫做名都酒楼，在中环，其实面积非常大，可以席开百桌哦。你去的话，有上千个人这边吃早茶，这么多人，所以你香港人一早你会看到啊，在看报纸、喝茶，然后吃那些港点，就是名都酒楼。没想到这样的消费模式被中国给打垮了，因为中国大量的廉价餐饮或者是连锁餐饮用低成本的方式打进了香港，所以整个香港名都酒楼倒了。对，曾经是香港人很多的记忆。我们白天早上是卖早茶，中午还是早茶，晚上变成宴会或者是婚宴的地方，在香港金钟这样的地方，其实是非常高档，而且是香港一个精华中心难得一见的地方，倒了。对不起，还不止它倒，直接4个字。光荣结业真的没了。今年的9月27，真的没了。传统的香港人的香港正在剧烈的改变哦，还不止这个，再来一样是它隔壁附近，也是在香港中环精华地带金融中心跟政治商业中心。那名都酒楼倒了之后，海都酒家也倒了，这个是更高档的海鲜酒楼，而且曾经招待过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我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去的时候都会去这里，因为当然这里是最精华的地方。对，没想到。这里也倒了，让很多人香港人意外，怎么连这种高档餐厅，怎么一家一家都在香港倒了？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们不满呢？那很多其实都是香港铺王邓家坡旗下的餐厅，这样曾经大量在香港开的传统餐厅，其实我们想到的，连曾经那个周星驰拍的鸿运酒楼，对，那个餐厅也倒了。文哥，你看这些餐厅以前多有名，那些餐点，刚看什么叉烧包还是什么包？一打开这个时间点我都饿了。这就是你想象中的传统的香港。到香港去看，早上吃早茶，晚上吃高档的宴会跟海鲜餐厅，这些在香港现在都没了，都没有了。香港变成什么？我们再讲一个很知名的地方。有时候你出差去那边采访完之后或工作完之后，你会晚上到哪里去晃一晃？去南桂坊那个地区还不能超一条街而已啦，整个地区去看嘛。那边很大堆的酒吧跟一大堆外国人嘛，在那露天喝啤酒，你就会感受外面都是各种各国的语言，看到老外在那边很嗨嘛。当然疫情的时候非常惨，很多酒吧都倒了。可是重点，它现在改变不是酒吧倒了，而是整个客群跟整个那边的环境完全改变了。真的假的？以前都是老外嘛，或者是酒吧你要点2瓶啤酒，现在不一样。现在你知道现在新开的是什么？朝天门重庆麻辣锅店，还有中式的连锁卡拉 OK 都进到了里面了。现在那边消费了，以前是点2瓶啤酒，现在点的是茅台。进来的客人可能以前是外国观光客，现在很多红2代中国的太子党的贵族都在那边消费，改变了，所以一个晚上可以点4到50万，对，我都很难想象，搞不好陈志也在那边消费。兰桂坊以前这么，我还有去过，当然你有去过，大家都去逛一下，也太美了，而且一大堆人。就现在你说开麻辣锅店。
跟唱歌的。你还以为你到了成都跟重庆，你有没有搞错啊？朝天吗？你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说，一个曾经代表香港一个国际景观，或者是你要感受什么香港叫国际城市，一定要去那边看看嘛。你去过，我也去过啊，然后去看看，跟学老外喝几瓶啤酒，现在变成去中国的，那是你整个摊开哦，名都酒楼、海都酒楼，他们倒其实是有原因的，大量中国餐厅在那边抢注册。跑到中国去用低价的跑到香港去低价，你可以看得到啊，什么麻辣烫也来了，还有号称是台湾的呷哺呷哺啦，还有蜜雪冰城很便宜啦，还有泰二酸菜鱼啊，还有木屋烧烤啦。这些其实都是中国的年轻品牌或者是连锁品牌，成本都非常的低，全部都跑到香港去开，而且大量的开。2024年至少有10家，现在统计下来有18家。所以香港人为什么不满？其实香港产生了一个极端的变化，老餐厅都改，香港人的文化摆的都被中国企业打倒了。所以有一个台湾的金融老总跑到那边跟以前的秘书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去中环订餐厅，以前很难订，现在中环的米其林餐厅你很好订。那为什么会这么差？是因为中国的连锁品牌透过标准的供应链体系就是内卷了，低成本打趴了香港的传统品牌，很多的传统餐厅全部都倒了。他走几步路哦，到处都可以看到香港的店铺已经收掉、关到了的出租的画面。整个今年上半年，香港就倒了300多家的商铺哦，有70%是餐饮业，所以香港很惨。但是你看为什么说两重天？香港冰火两重天，香港的极端，他在看了一个数字，香港今年上市的是世界第一哦，不是什么中国第一哦，是世界第一，世界上上市最多。我们不是说外国人都跑了吗？对，谁来上市？其实是大量的中国民企跑来上市，它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去吸取全球资金的一个据点，但是这会产生什么改变？以前香港叫做世界或亚洲的城市，现在香港叫做中国的世界城市，整个香港都是中国企业的天下，所以你可以感受，他们未必要吃早茶，他们是要吃麻辣锅，因为很多来的都是外地人。所以整个中国的人大量跑到香港上市，所以你可以想象香港为什么这么多冲突。那更让香港人受不了的是，香港最近在讨论一件事情：你到了香港，从了赤道角机场一下来，你会搭出租车、计程车嘛？你会看到了香港印象或香港街头，不管你看周星驰啊、刘德华啦或成龙啊，所有的印象都会想到那辆计程车嘛，就是这一台车，那个尾巴嘛，全香港都一模一样，红色的，当然有些地区颜色不一样，那是特定地区。整个香港有18000辆的丰田的皇冠计程车，那就是从殖民时代1995年开始，一直跑到现在。你几乎可以想象，香港那些招牌，茶餐厅招牌、海鲜酒店招牌，加上这个计程车，加上那古惑仔，都是这香港印象。可是中国最近要把它全部改成中国本土的电动车，它的理由很简单，他说比较环保。那个车子已经1995年开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不环保啦，很污染啦。可是它另外一个意图是什么？怎么可以留下殖民时代的印记？第二个是中国号称世界上最会做电动车了，你竟然整个中国最先进或最世界化的城市，竟然还开着全部都是燃油车，他无法受不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强迫要改，强迫换车，就变成这样。2027年以前，所有香港人那个香港会完全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上汽、广汽、比亚迪、吉利汽车，整个计程车队都会变成本土的电动车。那我就回答你一个问题：难道一定要把他的车子淘汰掉吗？对，其实这真的是要把整个香港文化跟整个香港城市印记改变掉。就举一个例子，好的，英国伦敦，它的黑色计程车，还有它的造型其实跟香港计程车很像，对，黑色叫英伦计程车。它也曾经面对一个问题是，环保是不是要换电动车啊，或者是油电混合啊？那它也真的换了。那换了电动之后，他思考一个问题是，向城市的外观致敬，同时保留文化跟城市的记忆。所以英国的计程车、伦敦的计程车是只换它的里面的动力，它把外壳保留住了。但香港要不要？不要，完全不一样。这个换成这个广汽，这也差太多了吧？这个颜色真的有一点奇怪，这是上汽的车，所以你会想，丑死了。你等到以后有一天你在抵达香港的时候，你会发现香港变得完全跟你想的不一样，变得更让你想不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大量的中国人跑到香港，香港要变成中国的科技研发中心。香港政府大量的去港投公司大量的去投资，他自己投1元，然后就会带动资金，等于他领投，然后鼓励很多创新公司跑到香港去投资，然后做晶片。他现在思考是什么？不止九龙要产晶片哦，现在连元朗这个地方都要盖竹科。对，你很难想象哦，在靠近深圳的地方要盖一个科学园区，它真的不只要设计晶片，还要生产晶片。整个香港政府要投入100亿的港币。100亿的港币，接着已经开始在试产，有第3代半导体的试产线了，真的在香港生产晶片。你有没有以前都没有想过，香港是没有工业，工业慢慢退掉了，它是一个国际化的金融城市，做的是服务跟跨国贸易。现在既然叫做再工业化，香港真的要再工业化，所以整个香港会变成怎样？不是以前的香港了，文化、回忆跟整个工业跟居住的人。都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传统的香港人为什么现在会不满？你从计程车所有的饮食文化跟工作，你就可以体会到了。玉峰哥，我们刚刚特别讲一件事情，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讲了实话，被离职了。但我想问的是，现在讲实话的都会完蛋吗？你看到万科，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对于中国来说很重要，万科是非常大家一间公司，结果没有想到是万科的创办人。他直接讲，你对于中国房地产不要有期待，因为不用再期盼什么春天的到来。这句话很可怕，因为是你中国的房地产真的要死透了吗？好，我们先来讲说中国房地产，我们在关键时刻讲过非常多次了。可是呢，前面讲的那几个集团，包括碧桂园，包括其他的公司，都有很多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对，所以呢，倒了也就倒了。但是万科呢，万科是一个有国资在后面撑腰的，大家觉得你应该不可能会倒吧？再加上他的创办人王石在这个行业的地位非常的高啊，大家都叫他王石老师。那王石老师以前是做什么的呢？他是做玉米的买卖的，他以前是做进出口的，然后呢成立了之后呢赚到了钱了，4年之后呢才开始成立这个房地产的一个集团，对，做得非常的好。那个时候呢，他退休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当年他退休的时候呢，万科也有资金上的一个需求，他就放弃了他1000万人民币的退休金，跟公司共进退。所以呢，他是一个有底气的人民经济学家、人民企业家。所以他在这一场演讲里面的话，最后有一个房地产的业者同业就直接问他了：王石老师，请问中国房地产这行业还有机会迎来春天吗？原本他期待的应该就是一些场面话，没想到王石老师在这个时候给他说了一句真话。你不用再盼望春天什么时候到来，代表什么意思？太可怕了吧！没有春天了。对。那没有春天的时候呢？你想想看，前面那些都已经倒得差不多了，现在万科就是挡在这里。大家想说，最后的2个人，一个就是潘石屹，一个就是王石，这2个应该是可以顺利逃过这个风暴的。那王石这样讲的话，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万科是不是有问题？结果呢，影片一出去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时间。11月22，马上影片疯传，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它的股价就大跌哦，股价大跌，还有什么？它的债券也大跌，全部都股债都大跌的情况之下的话，哇 ，Bloomberg 来做一个报道 ，Bloomberg 就说了哦，中国房地产危机因万科暴跌而重回聚光灯下。对，你想想看，之前因为碧桂园的东西，为了化债，已经花了2到3年的时间，已经丢了多少资源，丢了多少兆的人民币。花下去好像房价也起不来，结果你王石老师讲这句话之后呢，万科的债券，万科的债券马上跌哦，跌多少？30%。另外来讲的话，另外还说的话，它万科的上海 A 股5.47，5.47是什么概念？你跟去年的10月，现在11月嘛，跟去年的10月相比的话，市值蒸发了500亿，对，股价直落，然后呢，你债券价格直落，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说你后面你可能会出现一个现金流的一个很大的危机。为什么？如果人家投了你万科的债券，结果你跌成这样，那你到时候你付得出利息来吗？当然不行，你付不出利息来，就玩完了。因为你的上海 A 股跌那么多，然后呢，万科的港股，人家说现在是3.88元，3.88元距离，你看这个趋势是往下的哦，距离我们讲香港的仙股也是一步之遥哦。如果你的股价不好，你市值会蒸发，市值会蒸发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一定要想办法来卖房子。
你没有卖房子的话，你现金进不来，现金进不了就没有现金流，没有现金流，你的债券你要拿什么去付人家利息？那除了万科以外的话，现在来说的话，还有另外一个经济，房地产不行，那我们之前不是讲了吗？那做网红总可以吧？网红是怎么样？只要有一个手机，然后呢加上滤镜，加上这个 spotlight 就可以做生意。在杭州曾经有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大楼，这个大楼就叫什么？杭州丽晶国际大楼，它就是网红的一个梦想地。什么意思？同一时间呢，它曾经聚集了2万个直播主在这个大楼里面。为什么全部都要聚集在这里来？因为行业资源就在这里。所以呢，大家那个时候2万的直播主。同一时间，不管你要线上带货，任何的东西打开，你一定会看到这里的直播主。但那个时候呢，一个单间你知道要租多少钱吗？一个单间要4500块人民币。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想着来，对，在这里你马上就可以让拍影片，然后呢，你马上后置剪辑都有人，所有的小编完全就是聚集在这里。我们简单讲一句话，就是 get 齐，你在这里粉丝也会来追逐你。你在这里，你就是个绝了。你只要挤到这里面来，所以4500万人民币对这些小直播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但是有钱赚，那就不是问题。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丽晶国际大楼没有人来了，为什么？因为没有钱赚了。以前当直播是最没有成本的，你只要有滤镜，你不一定要长得漂亮哦，你滤镜开下去，马上变成白富美。但是这个东西现在的话，你看单间只要1000块。从4500到1000块，没有人来，还没有人要租。然后过去来讲富丽堂皇，然后夜间灯光闪闪。现在来说的话，以前有亮，现在都没有亮了。然后呢，超市也没了，最后广场也渺无人烟。所以这就是大陆现在最大的一个经济困境，实体企业也做不起来，网络上面的直播也卖不动了。对，我们刚刚一直在讲一件事情，这真的是习近平的政治危机，从香港到中国，通通都是。而且不太对的是什么？为什么他最近危机这么多，他还要这么硬？你看到日媒怎么形容？他讲为什么跟高市扫描大家都没有要退？他说现在原来习近平对日的强硬态度，也许是什么虚张声势。我们把标题翻译成中文他们写什么？他为了掩盖军队混乱、经济恶化，最后这4个字我吓一跳，健康不安。还想说习近平的身体也出大问题了。对，这是日本媒体的分析他说最近为什么中日关系这么恶化的情况之下，中国这边不是王毅在当部长吗？那王毅不是知日派吗？那道理讲的话，应该是可以这件事情是可以化解的。但是呢，有一种说法传出来说现在来讲，所有拍板定案都要等习近平，因为所有底下的官员没有人敢讲话，也没有人敢对习近平产生建议，所以这一波为什么会对日本那么强硬，是基本上就是习近平的意志啊。那为什么习近平要这么做呢？因为日本的媒体分析，他没有办法了，他被逼到墙角了。为什么被逼到墙角？他有提到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今天这一次你看到4中全会很多上将被处理掉，有没有？军队里面来讲的话，司令官员还有很多政委来讲，都不见了。这个时候里面的军队军心大乱，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怎么办呢？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国内的经济恶化。我们刚刚讲了嘛，中国内部的这个经济状况，房地产呢可能还暴雷，还有更多的经济状况都会不断的衍生出来。第3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可能健康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健康出现问题呢？今年来讲的话，习近平是不是很多场合他都没有出国？对，他不出去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都怀疑说他是不是真的身体发生了问题所以都留在国内，不敢出去。所以这没有办法证实，但是这是日本媒体的分析。他不是接下来什么长生不老术吗？对，他在讲长生不老术，这代表说可能他需要长生不老的这些相关的解方，所以他要达到150岁的时候，所以他就必须要去寻找这些东西。那这时候呢，就铤而走险。他因为有这几个因素夹杂在一起，所以逼得习近平不得不对日本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做法。那为什么呢？因为就利用这种民族主义呢，去掩盖出他这些所有的这个不堪的这些相关的事实但是重点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民族主义它是一个双面刃他如果操作不当的话，他会反噬为什么会反噬？就是说，你如果今天高市早苗比你更硬，那你今天没有比高市早苗更硬的话，那岂不是很多的底下的支持者或者是中国老百姓会认为说你这个政府怎么有用吗？对，到时候把你推翻掉也不一定所以他其实要操作的非常的平衡但是我们看到最近来讲的话，照道理讲，中国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应该要搞好才对，因为他最主要敌人不是美国吗？
那如果他知道川普要搞他的话，应该要跟日本啊、印度啊、韩国啊，他们要搞好关系才对啊，这才是合乎逻辑啊。结果没想到，你看最近来讲的话，在东海、黄海又发生了这些事情。哎，前些日子不是说解放军要在黄海进行这个军演吗？那你也管一管你自己的渔民吧。你渔民用这种所谓的三重屏障的方式哦，铁丝网铁杆，还有这个这个所谓的铁条等等之类的，来阻止韩国的执法船，就是韩国的海警啊进入。那你看啊，韩国其实也蛮凶悍的哦。韩国的海警在执法的时候呢，步步进逼，然后最后呢，把这些船全部逮捕了哦。那我们知道说，以前哦，我其实在开国际会议的时候，这个中国代表曾经跟韩国海警呛下说：“你为什么每次遇到我们的中国渔民的时候，都跟我们扫射？就是说又开枪了，你知道吗？直接开枪的，直接开枪。”那韩国说：“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渔民船上都有枪啊？”也就是说，双方来讲是火拼的啊。你不要以为说这个船上中国渔民出去来讲的话，他们认为说你根本没有管制啊，那你让这些渔民带着非法枪械到海上去。但是更扯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要安抚周边国家以外呢，应该照道理讲好，要促进内部的观光。结果最近的一个案例发生了一个拿着印度护照的女孩子哦，结果呢在上海的时候只是要过境而已。要转机，结果呢，在刁难了18个小时，对，结果没办法转机哦。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护照上面写着出生地，写哪里？阿鲁恰邦。这个阿鲁恰邦刚好就是中国跟印度的那一个地方呢，现在目前是归印度在实质控制的，但是中国认为说那个是他的，所以当还有这种事情？对，印度你那个护照，我出生在一个争议的领土上面。结果我今天去那边，你就说不行，这块地是我们的，所以你就是要拿我们的护照。对，然后他跟他讲说，你的护照是无效的，因为你印度发的护照上面，因为你的出生地是阿鲁恰邦，是我们中国认为的，所以基本上你在上海来讲就被搞了18个小时。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哎，你不是上有政策，你是要对周边国家都好来好去吗？你现在面对这些压力来讲的话，你现在不是，你不买日本的海产、水产，但是你现在要买印度的水产，那你现在反倒是让印度人没有办法过境或是转机你的，而且只是转机哦，他也没有说要入境哦，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说人家的印度没有，这个护照没有效，这个岂不是你又搞了周边国家？所以为什么中国的这种战狼外交哈，它不是只有在官方的这个高官在那边放话而已哦，它其实底下的任何的小作为都可能引起周边国家的反感。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